黄景完回到上海之后，张菊生早已接到杭州分管的报告，立刻令黄景完到经理室问话。张氏开口第一句说：“楚民义到上海结识张啸林，是不是你介绍的？”黄景完点头称是。第二句问：“在上海召集，你在场不在场？”黄氏又点头称在。第三句问：“你在杭州是否天天陪他游玩？”黄景完点头称是。最后张菊生问：“楚民义协同妓女往月下老人祠求签，你有没有同去？”黄景完仍然点头称有。张菊生很严肃地说：“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，楚民义看来是一个糊涂虫，你同他一样的糊涂，实在要不得。将来舆论的攻击，当局的指责，会因你的陪伴导引，影响到本馆的声誉，所以不得不对你做停职处分。”黄景完听了张的一番话，只有不做一声而退。落寞孤寂的晚年，黄景完一生谨慎，像无越轨行为，这一次竟被楚民义所累。但为了这种事情而被停职，是他自己意想不到的，而且因这类不名誉的事情而被革退，要影响到他一生的前途。那时节我与楚民义并不相识，但是与黄景完相交有年。黄景完在停职之后经常失眠，一天他来向我诉苦，我就邀他同到老正兴小序，上面所述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对楚民义的接近民众，提倡体育印象本来不坏，可是听了黄景完的一番话之后，对楚民义的看法也有点改变了。黄景完失业后抑郁潦倒，但是他对推销教科书很有办法，结果仍由商务印书馆总务科长张孝良把他找回去，恢复原职。但是这一次他受到精神上的打击很大。排除中医全国反对民国17年1928年间，楚民义奉汪精卫之命召集中央卫生会议。汪精卫想做一个维新人物，模仿日本明治天皇的明治维新运动，以废除中医来作为第一炮。楚民义到了上海，又想到黄景完，要利用他来联络各方。黄景完很坚决地拒绝了，并且说废除中医这件事不但全国偏僻省份行不通，连上海都会引起极大反对的。同时黄景完告诉他，为了陪同他游杭州，已经打破饭碗，这次恕不奉陪。楚民义怅然若有所失，也不再勉强黄景完。黄景完一方面告诉我，汪精卫有废除中医的主张，要我们当心，同时他还透露，这次是有外国大药厂筹集好大一笔经费来推动这主张的。到了民国18年1929年2月11日，在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，被邀的卫生委员是中央医院院长、各省市医院、医学院的院长，以及各省卫生署、各市卫生局的首长，完全是西医，一共到了120人。汪精卫在会议席上演讲说，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，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，不能算是革命。日本能强大，全靠明治维新，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，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，拟定议案，交由政府执行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。楚民义也有演说，而且一切联系和推动都由楚民义安排，会期一共3天，通过了废止中医的议案。次日，
全国各报都发表了这个惊人的大新闻。那时言论很自由，首先提出严厉反击的是南京总商会，接着上海总商会以及各报的社论也大肆攻击。其实恰巧全国商联会正在开会，发出一个郑重通电，对政府此举表示反对。这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受到民众责难的第一炮，因为除了西医界赞同之外，民间人士全部反对。我们上海的中医界立即通电全国中医团体，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会议。约1月后，全国各省各市各县代表都到达上海，就在3月17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，结果推定谢立恒、张梅安、隋汉英、蒋文芳、陈存仁5人为请愿代表。我们到了南京，分别谒见个首长，才知道这些政府首长个人都不赞成这个议案，如林森、谭延闿、于右任、陈果夫、陈立夫、戴季陶等。接着代表们又进谒蒋介石，他只说了2句活：中国人都靠中医中药长大的，你们的请愿书就会得到批复。到了这时，我们才明白汪精卫的处境是极端孤立的，楚民意更起不了作用。这样一来，汪精卫就大为震怒，首先由中央社发出一个楚民意发表谈话的电报，题目叫做《土车与汽车》。原文节录如下：